家里的燃气灶打不着火怎么办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教大家一招，自己在家也能轻松修好它。打不着火的时候呢，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在打火的时候看一下上面有没有火花，如果没有火花，一般呢都是打火针上面的线脱落了，把线呢给它插上就可以解决问题。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当我们打火的时候，比如就这一台啊，打火的时候打着火以后呢，然后松手就灭。其实像这种情况呢，一般都是上面这个感应针出现了问题。遇到这种情况呢，首先来看一下，先看一下这个火中间这个小盖，先把这个小盖给它先拿掉，然后呢检查一下这个小盖中间这个小孔有没有堵住。如果有堵住的情况呢，这个火焰它就不能烧到这个感应针上面，所以说在松手的时候它就会灭掉。遇到这种火盖上面堵住的情况呢，要找个铁丝或者用个牙签把上面的小孔给它捅一下，捅开就可以了。然后看这个是没有堵住的，像这种情况呢就不需要处理它了，给它放上就可以了。然后呢再检查一下火盖上面这个小眼有没有对准上面这个感应针。如果没有对准的情况呢，当打着火以后这火焰从这个小孔里面出来以后，它就不能烧到上面这个感应针，所以说这个燃气灶它就会保护，然后呢就会断气，它就会灭掉了。这是第二种情况。然后就是如果这个火焰呢它能烧到上面这个感应针，但是呢一松手还是灭怎么办？其实像这种情况就说明是这个感应针的问题了。像这种情况也并不是说上面的感应针坏掉了，像这种情况呢维修起来也是比较简单的，也并不需要用专业工具，就是需要用到一个指甲刀就可以了。这个呢每个家庭都有，比较常见。其实呢可以把这个指甲刀打开，然后呢用这个小锉这个部分就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打开之后呢，用这个锉的部分，首先呢把这个感应针周围这个氧化层给它清理干净。因为这个氧化层厚了以后呢，这火焰烧到这个感应针之后，它把这个热量呢不能更好的传递到脉冲电容器上面，所以它就会出现保护，然后呢松手就灭。处理方法呢就是用这个小锉刀给这感应针周围一圈都给它锉一下，锉干净之后，然后再来测试。如果还是出现松手就灭的情况下呢，那就采用另外一种方法。我们先把这个给它清理干净，把它清理干净以后呢，看一下非常的亮，然后呢再来测试一下，看一下它还灭不灭。如果还是松手就灭呢，就要检查一下感应针下面的这条线有没有脱落。如果它脱落了以后呢，把它再插到这个感应针上面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像燃气灶打着火松手就灭，一般就分为就这几种情况。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小盖给它再放回去，来测试一下，看一下问题有没有解决。打着火以后，然后呢松手，我们看没问题是吧？它也不灭了，轻轻松松的自己在家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修一台9阳的电磁炉，它的问题是不能正常加热，就是加热的时候是断续加热，热一下停一下，出现这种间歇加热的情况。第一步我们拆开以后要仔细先观察一下上面的主板。如果主板上面有这种3条头的这个可调电阻，我们第一个就怀疑的是它，就是先用腕表来测量这个电阻。如果它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检查别的地方，比如就影响这个加热的情况我们可以检查一下，就是特别是这个9阳的电磁炉，我们要检查这边这几个大的电阻，看它阻值有没有出现漂移。一般的它坏了以后会出现阻值变大，它才会出现就是电磁炉间歇加热。然后其次就是这个电容，然后这边这个经过我检查以后发现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元件它都没有问题。它的根本问题是在这个电磁炉主板，在它的反面。我们看一下这一块是 IGBT 的驱动电路部分，我们看 IGBT 是在这个位置，它这儿你看是进水引起的这种情况，看进水已经都腐蚀了。我们就是修这种情况，我们先简单后复杂的来修。先把这灰尘我们刷掉，然后我们蘸点酒精，如果家里边没有酒精的情况下也可以用高度的白酒也行的。就是刷完之后我们要用吹风机把它吹干，因为这个白酒它里边含的水分比较多。清理干净之后，我们看一下上面这些元件并没有脱落，也没有看到这个断线的情况。
像这种情况，我们就给它吹干，然后试一下，应该就能修好。现在我们通电开机，加热已经正常了。修电磁炉有的时候啊，这问题非常简单，不用换件也能修好。好了，视频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我们来看一下钳子呢，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这个把套呢老是容易掉，怎么办呢？今天教大家一招，不用花一分钱，也不需要用专业工具，就能让这个把套呢固定到钳子上面。以后呢，无论我们怎么使用，它都不会掉，非常的牢固。这个方法呢也非常简单，今天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把套拿下来，然后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上面还是有点比较脏的，我们给它清了一下。这脏的原因呢，是因为啊，我以前呢用过胶水给它固定，但是呢，胶水啊我用过很多种都是不行，固定上以后呢，一用还是掉。所以呢，我们先把处理之前呢，先把上面这个给它清理干净。今天这个方法呢，我们就不需要用胶水了，因为胶水呢也并不可靠。一定先把上面给它清理干净。这个清理干净完之后呢，然后再把这个把套内部呢有脏东西也需要给它清理一下，清理干净。在这呢就是找点棉花之类的东西啊，好塞到这个里面给它清理一下。OK， 清理完之后呢，然后我们看啊，脏东西都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进行下一步操作。先找一张纸或者找个布啊给它包住，在这不用纸了，干脆用布啊，布效果更好。就这样啊，裹住前头，抓牢固以后呢，然后用一个打火机，如果没有打火机，其实呢在家里面这个燃气灶上面也可以啊，主要呢就是给这个把手给它烤一下，给它加下热，加热均匀，给它加下热。最好这个操作呢还是在燃气灶上面，因为那个火稍微大一点，速度更快。我这个呢速度稍微慢一点。加热这个温度呢，一般你看现在已经冒烟了，大概呢加热个100度就可以了啊。我这个差不多了啊，达到100度了已经。然后呢就给它停止加热就行了，已经够100度了。好，停止加热。OK， 停止了啊，然后呢就可以把这个把套呢给它套上就行了，给它套到底。OK， 这样呢把它已经弄到底啊，让它慢慢的冷却。通过这个方法呢，就可以让它牢固的固定到钳子上面。这个作用呢是，当那个钳子呢一热啊，把它套上去以后呢，它的内部呢就会把这个把套的内部把这个塑料给它融化。融化上以后呢，等它冷却了以后，然后呢就可以更好的贴合粘在一起，这也是起到一个就是热胀冷缩的作用啊。现在让它冷却呢，这个把套呢就会缩在一起，然后呢就能更好的固定在这个上面。现在上面这个温度啊还是非常高的，让它冷却一下，冷却完了之后，这个钳子呢就修复好了。把套呢无论我们怎么把它拔也拔不掉了，非常的牢固。如果大家还有更好用的方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家里有这种坏掉的充电线，以后就不要再扔掉了。其实呢，我们只需要用剪刀给它剪开以后，接一个插头，它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大的用处。很多人呢都不知道，像这种充电线呢，一年啊都用坏好几条，非常的不耐用。无论是这种破皮的或者是不破皮的，其实像这种充电线最容易坏的地方呢，就是这个小头的这部分啊。就算不破皮好不好，一般也都是这个根部线断掉了。像这种充电线呢，我们就不要给它扔掉，我们呢其实可以就这样啊，把它给剪断以后，然后呢接个插头，在生活当中非常有用。首先呢，我们先剪掉之后，首先呢先把这条线外皮给它先剥出来。我们来看，剥出来之后，这个里面呢是有4条线，红黑白蓝4条。然后呢，我们先把红黑这2条线给它剥出里边的线头，给它先剥出来。我们来看这个线是非常粗的，如果就这样直接坏掉直接扔掉是非常可惜的。剥出线头以后，我们把这2条线给它先拧一下，然后呢其他的2条线我们可以用也可以不用，
有条件的尽量是留着，效果更好。我们先把它剪掉，不用也可以。然后呢，我们可以找个报废的手机充电头，在这个上面拆一个插头出来。如果没有这种呢，家里有坏掉的充电宝，其实呢拆个插头也是可以的。在这呢，我已经拆好了一个，我们来看，拆下来以后就这样子的。然后呢，我们把这2条线给它接上，接在这插头上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红色的我们要接在这个插头最左侧，接到这条线上面。红色接到这儿，最左侧。这个插头上面也是有4条接线小柱的，我们接在最左侧。然后黑色这条线我们把它接在最右侧这个上面。就这2条线，我们来看，非常容易，非常的简单。接好了以后呢，我们给它缠个绝缘胶带，给它做个绝缘。其实啊，把这4条线都给它接上，效果更好。不接也可以，也能用。接好以后，然后呢，缠个胶带。我们来看，缠好以后就这样的。你看一下，非常简单，一个非常好用的手机数据线的延长线，就是充电线的延长线就制作好了，是1米长的。我们来测试一下，看一下好用不好用。我们来看，在这边呢，插在手机的充电头上面，给它插在电源上面。然后呢，在这边可以插个手机的充电线，我们把这个线给它插上。接下来我们先来测试一下，给这个充电宝测试一下能不能充电。其实手电宝、手机都是可以充电的，我们来看，没问题是吧？就这么简单啊，一条报废的手机充电线就制作好了一个1米长的延长线，是不是？假如我这条短线也是1米长的，再加上这个1米长，就够2米长了。像那个充电器，如果离手机比较远的情况下，就可以用这个延长线就可以了。这相当于是一个废物再利用，这方法是不是非常的实用呢？好了，视频感谢大家观看。朋友们，大家好。前2天我发布了2个视频，就是家里边的一台路由器啊，它可能覆盖不了整个家庭的 WiFi， 有的一些地方呢就是信号比较弱，上网啊可能会出现卡顿。然而我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可以在无线桥接一台路由器，这样就可以解决这个信号弱、网速慢的问题。然后就有一些网友在评论区他就开始发言了，他说这个路由器虽说是桥接完了，在手机上看的是信号满格的，不过上网的速度是没有任何改变的。为什么会出现就是信号满格、上网速度慢？其实啊，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的这台第2台路由器放的位置不对，只有把它放到正确的位置，才会发挥出它的最大作用。如果放位置不对，就算你买个专业的 AP， 也会出现就是信号特别强，上网速度没有任何改变。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台路由器我们到底该放在什么位置。现在我就用手里边的这个3个胶带给大家演示一下，这样讲的话就比较的直观。一个胶带就代表是一个房间，我们就是3个房间。假如我们家的户型是这样的，不过每个家庭不一样，可能有一些是这样的，我们就按这样的给大家讲解吧。假如我们家的主路由器是在这个房间，我们拿这几节电池代表是一个主路由器，我们把它放在这儿。我们看一下最远的房间就是这个，然后它离得最远，它中间还隔了2堵墙，它这边的信号肯定就会非常的弱，然后上网它肯定也会非常慢的。有一些网友他可能就会把这个副路由器啊，我们把这节电池代表是副路由器，他肯定会把这个副路由器啊就放在这个房间。放在这个房间之后，它虽说是桥接上主路由器了，不过它往外的发射信号发射出来的确实是满信号，像这种情况它就会出现信号是满格的，然后就上网速度没有任何改变。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啊，就是我们用手机在这个房间信号弱，它是手机挨的距离比较远，搜索的信号弱，所以说上网慢。你把这个副路由器还是放到这个房间了，它也是搜索主路由器的信号，也是连接它的，所以说它也是接收的信号比较弱。它接收的信号弱，然后它吸收的网速慢，往外在发射的时候看着信号是满格的，所以说它的网速是没有任何改变的。副路由器放在最佳的位置啊，我们可以用手机来检测一下家里边的 WiFi 信号。我们看一下，
像这个，我们可以在家里边找一个这个信号稍微强一点的。假如你在第3个房间，信号是1格的情况下，我们要找一个位置，一定要找一个最少是2格的位置才行。把手机打开，然后在屋里边来回的走动一下，来检测一下家里边的 WiFi 信号。经过检测完信号之后啊，我们会发现，一般的它这个信号好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不要挨主路由器挨得比较近，要挨它适当有点距离才行。我们放在中间的位置，然后偏向这个信号弱的这个房间，要装在这边的墙根这一块，这样它就会接收这个信号，接收的非常好，然后再发射出来信号，第3个房间就会网速比较快。用手机检测的方法也适合，就是家庭里面楼上楼下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检测。就是拿着手机可以在上面找下这个具体好点的信号位置，这就是无线桥接之后副路由器放的位置，这个很重要。如果是有线连接在一起的这2个路由器，就是这个就没有这么多讲究了，就是哪个房间信号不好，直接放到哪个房间就行了。好了，视频今天就感谢大家观看，如果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可以点赞、转发、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手机键盘上还有3个非常实用的功能，很多人呢都不知道。第一个功能呢，就是我们在输入大写字母的时候，需要点一下这个箭头，然后呢输入字母。当输入完一个以后，再输入的时候都变成小写了，我们还需要再点这个箭头。每次点箭头实在是太麻烦了，我们可以把这个箭头连续点2次，这样呢就会一直是大写字母，非常的方便。不管输入多少字母，它都是大写。第2个隐藏的功能呢，就是快速输入大小写字母。你看啊，像这个9宫格的每个格里面啊都有数字和字母。比如我们需要输入一个 K 吧，我们点住它以后，然后呢上面就会出来一排有大写字母、小写字母还有数字。我们左右移动到 K 以后，松手就可以输入上了。第3个功能呢，就是打字和手写同时使用。我们平时呢正常的时候啊，我们只能在这打字，不能手写，这2个呢不能同时来。那么我们可以先点一下上面这个符号，然后呢在这边有个键盘设置，点开以后呢，这儿有个键盘手写，我们点开它，在这儿呢我们把这个键盘手写上面的开关给它打开，然后下边一个保存，保存完以后，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手写了，然后呢它也可以在这边打字，可以同时进行，这样的使用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方便。你看是不是？不管想手写就手写，想打字就打字，非常好用。家里的燃气灶打不着火怎么办？先不要着急，今天教大家一招，不用花1分钱就能把它给修好。首先看一下这台，我们先打火看一下，打着火以后松手就灭。像这种情况呢，一般都是我们可以看一下，燃气灶中间有个小火盖，我们首先检查一下小火盖有没有问题，把它先拿下来，看一下上面这些小眼有没有堵住。如果它堵住了以后呢，它就会出现打着火以后松手就灭，这是第1种情况。看这个呢是并没有堵住，如果堵住了以后呢，就需要用个铁丝把它给捅开就行了。没有堵住，我们就把它先再放上去。然后呢，出现这种松手就灭的情况呢，还有一种原因呢，就是当这个火打着以后，火苗如果烧不到上面的这个感应针以后，然后呢它也会出现就是保护的状态，然后呢就会直接就会灭掉。像这种情况呢，我们首先调整一下中间这个小盖，让小盖上面这个眼呢对准这个感应针，然后再打火测试一下。如果还不行的情况下，那就说明是这个感应针的问题了。其实呢也并不是说这个感应针坏掉了，所以呢我们不用更换，只要简单的给它处理一下就能修好。这个解决方法呢非常简单，首先呢就是我们找一支笔，然后呢先把里边这个笔芯给它拽掉，我们只留下这一支就可以了。然后呢再需要用到一块砂纸，然后把它剪下来一块。OK， 剪这么多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给它折叠一下，给它卷成一个桶状之后，然后呢把它塞在这支笔里面，笔筒里面塞里面，塞得挺紧，
然后呢，多余这一部分呢就不用它了，可以把它剪掉。OK， 我们看一下，现在弄成这样就可以了。用它就可以来修复这个感应针了。把这个插上去以后，旋转几下，先把这个小盖拿掉，然后呢放进去，就这样一直来回的旋转，给它多来几下，大概来个5、60下。经过这样处理好以后，这个感应针呢就可以修复了。所以说出现这种问题呢，并不是说感应针坏掉了，我们并不需要更换感应针，可以多来几下，弄得越干净，这个到时候就越好用。处理完以后，咱们看一下，非常的亮，是吧？然后呢，把这个小盖再放上，打火来试一下，看一下，松手也没有问题了，是吧？轻轻松松就修好了。不懂的朋友记得收藏一下视频，以防备用。朋友们，大家好。当我们家里边这个电器插头用时间长了以后，它这个外皮出现老化，或者是天气比较冷，然后这外皮啊，它也会变得非常硬。这样的话，我们就使用的时候啊，很容易就是用一段时间把这个外皮给它给折断。我们看一下这个插头，外皮已经断了。像这种情况，有些人可能会选择把这个剪断，换个插头。其实啊，这个插头我们没必要给它更换，原来的插头它质量还是挺好的。只要我们给它简单的修复一下，还能接着再使用，而且也比较修复完，而且外观也比较美观，也特别耐用。修复的时候，我们先看一下，里边的这2条线，它那个外皮有没有破损。我们看一下，这个已经破损了。像这种里边露出来铜线的，我们一定要给它做一个绝缘处理。我们首先把这个外皮给它剪掉一块，绝缘如果做不好的话，在使用的过程中它就会出现短路。把外边这个保护的剥掉以后，我们再把这个电线的外皮也给它剥掉。这个距离还有点短，我们然后把这边的外皮也再剥一点。然后我们撕掉胶布，给它粘一下，让它做个绝缘，剪一截就行了。胶布不需要用太多。缠好以后，这样就会避免它们2个之间短路。然后把另外一根我们也给它缠上。缠差不多之后，我们把这个多余的剪掉。用胶布缠完以后，我们给它外边再做一个保护层，不然的话用一段时间还会把它给折断的，或者是拉断。现在用这个热熔胶枪，我们给它做一下，打在这个电线上面。OK 啊，现在用热熔胶棒给它做了一个保护皮，然后这个保护皮啊，它还是透明的，这样就耐用了，比较结实。到最后我们再用这个电工胶带给它都缠一下的，缠完之后它就会更加的耐用。缠的时候要把这个胶带要使劲拉，把它都拉直，拽得越紧，缠绕的它越耐用。这样就修复好了，而且非常美观，也特别的耐用，是吧？好了，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今天给客户维修一个 JBL 蓝牙音箱，这是一个粉丝朋友发过来的。他这个问题呢是不能充电，充电口坏了，客户说。然后咱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充电口中间这个引脚呢确实已经烂了，它是肯定充不上电的。好，现在呢咱们就开始直接拆。这款音箱呢拆的时候是直接敲这边
这个外壳的和 JBL POS2 拆机的方法是不一样的。这边是2个喇叭，这儿呢是按键控制部分，然后呢我们接着拆这一块，它这个充电板是在这一块。内部呢还有一层，这还有螺丝，还接着再拆。拆 JBL 一般的音箱都是这样的，里3层外3层，螺丝特别多。这儿还有螺丝，还得接着继续再拆。好，现在这个充电口就拆出来了，看看它的口这个设计对吧？其实呢，这充电口一般是很不容易坏的，引起这种原因呢，一般就是充电的时候，这样来回的别，就把它容易给别坏。好，现在呢就更换一个。更换之前呢，咱们先把这个小板给它拽下来，拽下来更容易操作。然后这上面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隔音棉，就是一个小的泡沫，把这个东西给它先弄下来。JBL 音箱每款它的充电口它型号是不一样的，看一下这个比较特殊一点，这个它这个样子呢长得比较高，然后呢我需要单独进货，我从厂家发过来几个货之后呢，买到配件后先看一下它给我发错了，看一下这个新的插口呢比较低，没有这个旧的高是吧？这样是安装上去是不能使用的。然后呢我又订了一个专用型号回来，看一下这个是和它一模一样的。咱们换之前呢，首先先把这个给它拆下来。这次拆这个尾插，选择用风枪把它拆下来。首先先把它的各引脚上面先来点焊油，然后就上风枪吹，就这样来回的摆动，把各引脚上面的焊锡都给它吹化之后，这个插头就能吹下来。OK， 已经掉了，把旧的拆下来，然后这个新的呢，还是用风枪给它吹上去。首先还是一样，把这个下边这个板子上这个焊锡给它先吹化，融化了以后，把这个往上放上去就可以了。OK， 到最后呢，用电烙铁把上面的这些所有焊点，再补焊一下，加固一下，然后把它这个泡沫再给它粘上去，插上排线。然后呢，充电测试一下，看一下它能不能充电。好，现在呢插上充电器，关键的时刻到了，看一下能不能充电。输出电压是 4.8 伏多，然后看一下它的电流是多少 0.6 的电流。音箱刚来的时候是不能开机的，因为电量太低了。现在咱们连上充电器，看一下能不能开机，测试一下。这个指灯已经闪了，可以正常开机，没问题的。然后呢，也可以正常充电。现在呢，就把这些外壳再给它安装起来，就修好了。家里有这种废旧喇叭的朋友们，无论是它坏掉了，或者是没有坏，都不要把它们扔掉，也不要卖掉。其实呢，它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很多使用价值。今天视频给大家分享几个最简单好用的使用方法。第一种方法呢，就是我们可以利用喇叭上面的这块磁铁，快速的给螺丝刀加磁和消磁。因为这个螺丝刀啊，用了时间长了以后，前边呢就没有磁性了。当使用的时候，看一下吸这个螺丝的时候，根本都吸不上去。还有就是在使用的时候啊，我们看一下，这样呢就很容易掉下来，使用非常的不方便。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磁铁上面给它就这样划一下之后，然后呢就立马就可以有磁性了。咱们看，是不是立马有磁性了，是吧？然后这个磁性非常的好用，看一下，两个一块都能吸上来。这样呢，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拧个螺丝啦什么它就不容易掉。然后呢，它还可以快速的给螺丝刀消磁。在有一些地方呢，我们干活的时候可能前面不需要它带磁性，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给它消磁了。消磁的方法也非常简单，我们呢也是在这个喇叭上面就这个磁铁上面给它划一下就行了。我们加磁的时候呢，是在这个看一下
往这儿一放，轻轻的一放，它就吸到这一块了。能吸住的这一块呢，是可以给它加磁，然后消磁的地方呢，在这一块，这儿呢是不吸卤丝刀的，我们只需要把这卤丝刀就放在这个位置，然后呢，我们这样快速的划一下以后，就没有磁性了。咱们看，没有磁性了是吧？非常的小，几乎没有了是吧？可以再划一下，非常简单，看一点磁性都没有了。所以说这个加磁和消磁方法是非常好用的。加磁呢，只需在这儿划一下就行了。然后呢，给大家再分享一下废旧喇叭第二个非常好用的功能。我们呢，首先需要在这个喇叭上面接2条线，这个黑色这条线呢接在喇叭的这个负极上面。喇叭这2条线呢，它是分正负极的。我们先接一条这个负极，好，拧上这条线以后，然后呢，在这个喇叭这个正极上面再接一条线，接一条这个红色的线。好，我们把它给拧上，拧好以后啊，就这么简单。这是第二个小工具就制作好了。然后呢，在这边呢可以接个夹子，不接夹子也是可以的，接夹子使用更方便。我们用它可以快速的检测维修家里面坏掉的这些 LED 灯。像这些灯呢坏掉以后呢，大部分都是上面这个灯珠坏掉了。因为检测灯珠的时候呢，我们没有腕表怎么办呢？其实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工具就可以了。我们可以把这2个小夹子夹在灯珠的这2个引脚上面，夹上以后啊，咱们就可以检测灯珠的好坏了。好，咱们夹好之后呢，然后咱们放到这边来看一下啊。接下来咱们就敲击这个喇叭上面这个膜，我们看一下。敲击的时候呢，如果灯珠是个好的情况下，就可以看到这个灯珠它发亮。咱们看一下，看闪一下是吧？闪呢就说明啊，这个灯珠它是个好的。如果这个我们在敲击的时候，这个灯珠不亮，我们就需要把这2个夹子颠倒一下位置。如果还是不亮，就说明是这个灯珠坏掉了。我们换个灯珠就能修好它。好了，今天视频呢就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